好，另外就是说，我们讲到这些晶片啦，然后又讲到说，科技战、晶片战，美中之间，最近有一个新闻，就是说中国的小米啊，小米手机他们有研发出了3奈米的晶片可以使用在手机上这件事情，然后又有美国的媒体报道说，中国不知道哪一个企业，然后偷偷的帮华为买台积电的晶片。所以这些东西，全球在围堵中国，你不准给我买到高科技的晶片的时候，我们还挡得了吗？人家都可以偷买，然后做出3奈米嘞。3奈米那个新闻哦，我是存疑了。哦，真的、我是存疑了。我你觉得那是假的？Intel 也能够做非常高阶晶片，后来他自己放弃了。因为它良率不高。所以这东西不是说做不做得出来的问题，是良率，还是良率高不高？所以他可能做出一个很良的，然后可以用了，然后做来宣传。所以我们详情不知道啊，因为难是难在那些地方嘛，不是做不做得出来。土法炼钢偶尔会做出一个，但是我不太相信，那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啊，美国它有出口管制，叫做 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 那是2018年通过的，那个是绵绵密密，包括硬体，包括软体，包括设备，包括人才，全部不高阶的它管制全部不准过去。它除了 Export Control Act 之外，还有 Entity List， 什么？实体清单。实体清单是对人的，或者对法人、对机构的。那 Export Control 是对东西的。这两个东西交织起来之后，美国对于中国的高阶科技产品，不只是晶片，管的是非常非常严的。但是你不可能没有漏洞啊，天底下没有一个管制说是滴水不漏，一定会漏嘛。那漏就抓到就堵住，你就是这样子。但是也并不表示说有一个漏洞就表示失败，因为你就进去一批你就没有啦，因为你自己做不出来啊。你就买了1万个晶片，然后用完就没有了，就做不出来啊。所以它还是成功。然后第二个呢，它就是你看出口管制有2个目的，最凶的目的就是阻绝，就我就让你中国无论如何自己产业好买，就是拿不到。第二个呢是延后。好吧，你要做晶片你就做吧。你就比我落后了5年呢。对，那他就成功了。他的目的就是这个啊。那所以这样子的美国这样子的政策，然后美中这样子的格局，短期之内不会有太大改变，尽管他们要大选。即使大选完了也不会有改变。关键就是说，很多的高科技产品，它是军民共用的。对。所以一个晶片好坏啊，会决定那个飞弹会击中目标，还是会被拦截打下来。那个是0和1，这是没得妥协的。所以越是跟国家安全有关的，和军方武器有关的高阶晶片，那是0和1。所以，然后中间一点可能是军民共用。所以跟军方国安全有关的东西，它是绝对会禁止的。那这个态度跟哪个党选赢没有关系。所以不管美选的结果如何，这样子的方式，使得中国会持续的落后。那我们是领先多少年啊？就台湾、美国，我们在晶片这个领域上面，我们是领先。我看资料大概4、5年吧。4、5年，那4、5年。中国没有办法，不知道啊。那他们说不定出来一个爱因斯坦啊，我不知道啊。这个天底下没有人能够斩钉截铁的讲，但是大趋势大概是这样子。OK。出口管制只有领先一方才能够做的，这跟关税不一样。关税我克你，你克我，你可以报复我。对。出口管制，假设我是领先一方，你怎么报复我？你是落后一方，你怎么报复？所以美国就赢定了。他就吃定，
吃定了。中国也没辙。有没有辙？就是当然了，有人就是说美国出口管制就逼着中国发展它自己的系统，对，这是一种说法。但是至少在资通讯这边是困难的。这跟当年人造卫星不一样。跟人造卫星当时，因为当年也有个人叫钱学森，他是飞弹专家。后来美国在 McCarthy 的事件的时候，就把他驱逐出境，他就回中国，所以中国的导弹系统是他一个人弄出来的。所以确实，你现代版爱因斯坦没有了，但是火箭系统和晶片真的是不一样。不一样，对，晶片的精细度可能比那个火箭要多得多。所以基本上中国在短时间之内还是没有办法可以补到这一块这些年的差距。你刚刚讲到说，这个跟关税不一样，你讲到关税，我就想到，中国时不时就在拿我们的关税在那边做文章，然后时不时的就把我们的一些产品列入他们的这个黑名单啊，你这个不准进来啊等等的。那台湾台湾都会有一些反应是说，那我们要状告 WTO 啊，这我们去告状有效有 WTO 可以怎样？他们会去叫中国说，你这个不可以这样搞，会吗？WTO 原来有这个机制，它叫做 dispute settlement，就是争端解决，就算是一个司法系统了。WTO 等于有一个司法系统，但是它现在瘫痪掉了。瘫痪掉了，因为它司法系统有初审和上诉，差不多是这样子。那上诉法院的法官现在人数不足，为什么人数不足呢？因为美国凡是要提名新法官，美国就背锅。哇塞！所以美国差不多是刻意的让它瘫痪掉啊？为什么要这样搞？因为WTO 的法规差不多是需要共识决。你要修法的话，所以美国，比如说美国在2016年就指控老共，说你封锁你的网络，是不公平贸易。为什么呢？因为我美国没有封锁网络，所以我3.5亿人都可以上网买淘宝。那你中国封锁网络，所以你14亿人都没有办法连到我美国买我美国的东西，那不公平，只能我买你，你不能买我，当然不公平啦。所以，可是这个 WTO 目前没有这个法规，那你要修这个法呢，中国就会被割，因为你要共识决。所以你既然不合时宜的东西，通通改不了。所以它就变成说，争端解决机制根本就晾在那边，它无法有效的运作。那所以老共一天到晚禁止我们的农产品啦，然后就说啊，你们这个本来在什么什么 ECFA 里面的这些，我没有了，关税我要，反正他就片面改变这些游戏规则啊，这些我们去告状也没有用。至少在目前，是告不出什么东西来的。那所以老共可以对我们下手的地方还蛮多的喽。整体来讲我不会很赞成去发展亚太什么什么中心这种方向。这个亚太什么什么中心绝大部分跟服务业有关系。凡是跟服务业有关的东西如果你在两岸是麻吉的时候，还比较可能。如果两岸关系是比较紧张的、对立的，他经常想下手戳你的，那你想嘛，服务业大部分是跟社会、语言、文化背景有关系的嘛。那所以大部分的市场是在中国嘛，对，就华人的语言基础的，是吧？那你怎么去发展一个中心？你不要看他脸色的，你大概都要看脸色。那你如果两岸关系是麻吉，就无所谓看脸色问题。如果两岸关系是比较严肃的、紧张的，那就看脸色问题。这个情况之下，你要发展什么什么中心，只要是跟服务业有关，就很困难。所以你刚刚说对岸能够
对台湾下手的东西很多，尤其容易对跟服务业有关的。你好的。我想问说，你也曾经驻 WTO 代表过，那当时碰到老共在搞我们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比较惊悚或者比较扯一点的例子？他们是怎么搞我们的，在外交上面或在经贸上？很多啊，比如说讲几个故事来听啊。好，他要说他要改我们，简单的说，他要改我的学历了。我说我的学历，他要改你学历什么鬼啊？他说你不能是国立台湾大学毕业哦，因为你不是国立，你不能是国立台湾大，他还要改我的履历。什么？他说你不能是中央研究院，因为你不是中央。他们搞到这么细致啊？就这么样的无聊的东西，差不多1-2个礼拜就有一件，1-2个礼拜就有一件。哦，真的这么密集频繁啊？因为有时候要开一个会嘛，那开会就会有国内的人来参加嘛，那他们的就会有背景啊、身份啊，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贸易报告，它里面每一行在那边挑，你不能够叫做国防部。哇！我们贸易报告里面总会有一些对，还有国家发展委员会。所以凡是有国家的，他们都在挑；有中央的，有国立的，那个每一个文件就要去挑。那所以你们这个，那所以每次要跟他们开会的时候，那还得了？我们开8小时也开不完，因为光吵这些就吵不完啊。所以就很烦啊。有些时候就会管道下沟通嘛，就是他，因为他也不，老公也不想跟我们直接对话，他都是告秘书处。然后秘书处就找我们，叫秘书处来压你们，压我们，找我们说怎样。所以当初你是在驻外的时候，每天都在应付这，几乎每天2-3天就要搞一次。我2-3周了，2-3周，哇，就很烦。对。